我穿越斗罗觉醒武魂紫金天师袍，闭关100年，却距离无上大圆满始终差最后一步。掐指一算，才发现是与千仞雪红尘未了。对此，我直接一纸婚书降临嘉陵关上。天师大婚，天地赐福，天道意志为天师贺，赠18重聘礼。比比东见状秒变星星眼，小雪不愿意的话，天师若不嫌弃，你看我行不？此时嘉陵关战场上，唐三正手持海神3叉戟立于阵前，比比东和千仞雪则面色冷冽地扫视众人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宏大的梵音，吾乃清心观主紫金天师许长青，今以天道为媒，则武魂殿圣女千仞雪为吾道侣。天地凝聚18重聘礼自东而来，礼毕之日，吾将亲临，迎娶道侣，共正大道。千仞雪且安心待嫁。话音落下，一卷金色卷轴撕裂云层，并在空中缓缓展开。这一场景让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比比东死死地盯着空中的婚书，心中满是惊疑。许长青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过，大陆上何时出现了这般恐怖的存在？而全场最错愕的人当属千仞雪。只见他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绝美的脸上写满了荒唐。一个从未听过的天师，连面都未曾见过，竟直接降下婚书要娶她。他身为天使神传承者，注定要登临神位，怎会接受这般莫名其妙的婚约？正当他准备当众拒绝这可笑的婚约时，空中的婚书突然光芒大放，下一秒一道璀璨的神光便破空而来，瞬间抵达了嘉陵关的上空。与此同时，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响彻天地。天师聘礼第一重，天皇石为天师大婚贺。天皇石由天地初开一缕先天清气孕育，可镇会辟邪，净化神体杂质，稳固神位根基，乃道家至纯至宝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再次陷入了震撼。净化神体，稳固根基，这是连神奇都梦寐以求的能力。千仞雪也彻底呆住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能力的珍贵。天使神传承难免留下杂质，神位根基也难以稳固，而天皇石恰好能完美解决这2大难题。这般至宝，竟然只是18重聘礼的第一重。比比东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，一纸婚书，1重聘礼，便引动天地规则认可，这早已超出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了。唐三的心中也寒意丛生，天师道家这些字眼让他想起了前世的传说。天师乃是执掌天地权柄的存在，若是许长青真有这般身份，那我即便成为海神，也不过是蝼蚁一般。这时99级的绝世斗罗千道流在感受到天地规则的异动后，也因为担心千仞雪的安危赶来了现场。可当他看到空中婚书与天皇石时，整个人彻底僵住。他最清楚千仞雪成神的代价，那需要他以生命献祭为千仞雪打通神路，而天皇石竟能让千仞雪完美成神，还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这般手笔简直逆天改命。但还不等他多想，那道威严的声音便再次在众人的耳边响起：道侣受礼，天皇石认主，婚约已成，静候第2重聘礼。话音落下，天皇石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千仞雪的眉心，一股温润清气顿时流遍了他的四肢百骸。片刻后，他直接打破瓶颈，突破到了半神境界。千仞雪一脸不可置信地感受着体内的神力，怎么也想不到困扰许久的神考竟被一块石头轻松完成。见此，唐三死死地攥着海神3叉戟。半神，千仞雪真的踏入了半神领域。我如今仅有93级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那个突然出现的许长青为何要这般帮助千仞雪？千道流则激动得浑身颤抖。这天皇石不仅让千仞雪完美突破，还让他的神位根基远超历代天使神。这份恩情既是再造之恩，也是救命之恩。见状，比比东不屑地看了一眼千道流，便宜你了，老东西，这下你不用死了。听到这话，千仞雪猛地瞪大了双眼。千道流知道无法再隐瞒，只能道出真相。而知晓一切的千仞雪瞬间神情复杂。天皇石不仅助他成神，还救下了千道流的命。这一刻，他对那纸婚约的抗拒彻底消失，心中只剩下了好奇。而此时的我在清心道观中睁开双眼，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。我不过是降下一纸婚书，竟引动天地赐福。这18重聘礼并非我准备，而是天地意志的主动凝聚。只因我的修为早已与这方天地绑定，天师大婚自然被天地视为大喜事，故而自动凝聚至宝为贺。随即我淡然地闭上了双眼，我倒要看看这片天地能为我的婚事凝聚出何等惊世骇俗的宝物。另一边的嘉陵关上，威严的梵音再次响起，第1重聘礼已达，道侣根基已固，静候天师聘礼第2重。闻言，千道流看向了千仞雪，雪儿，你若不想嫁，便不嫁，大不了我亲自去找天师，以命换回你的自由。比比东也连忙跟着附和，千仞雪，你若真不想嫁，本座支持你。武魂殿底蕴深厚，凑出回礼并非难事，总好过嫁给素未谋面的人。听到这话，千仞雪与千道流同时愣住，两人没想到比比东会站在他们这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风云巨变，滚滚紫气迅速收缩凝聚，化作了一尊古朴的青铜大鼎。我透过虚空看到这一幕时也微微一愣，天地凝聚的至宝竟会选择祖龙鼎，这尊鼎不只能炼丹炼气，更能镇压一方的天地气运。若是让千仞雪收下，那唐三这位气运之子的气运定会被彻底镇压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意，事情真是愈发有趣了。我倒是开始期待与这位天使圣女见面的场景了。此时威严的梵音再次炸响，此鼎名为祖龙，由天地初开祖龙退灵融汇万道而成，可蕴养神格，提纯神力，加快神位融合，更能镇压一方天地气运。镇压气运4个字如同惊雷般在唐三的心中炸开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自己能走到今天全靠气运加持，双生武魂、仙品药草、强大魂骨、海神传承都离不开气运眷顾。他是这个时代的气运之子，祖龙鼎则是他的克星。一旦千仞雪收下祖龙鼎，他的气运定会被彻底镇压，后果他根本无法承受。而另一边的千道流则眼中满是激动，不断的劝说千仞雪收下这尊神鼎，直言
然有了此物，他的天使神位将会稳固到极致。一旁的比比东也表示赞同，还点明这尊古鼎对千仞雪至关重要，收下之后未来的成就甚至能超越自己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千仞雪的身上。就在这时，唐门联军阵营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咆哮：“不能给他！”只见唐三面目狰狞地对着身后的大军怒吼：“动手！不惜一切代价抢下那尊鼎！”这让唐门联盟封号斗罗齐齐一愣，抢夺天师的聘礼，这与找死无异。可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唐三就已经化作一道蓝色闪电冲了出去。短暂错愕之后，唐门与史莱克强者纷纷紧随其后，战争以谁都预料不到的方式爆发。武魂帝国魂师同时释放5元，魂环闪烁，魂技交织，嘉陵关前瞬间化作血火炼狱。而唐三却对下方的厮杀视若无睹，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把祖龙鼎抢过来毁掉它。只见他催动全部力量，海神三叉戟直刺祖龙鼎。见状，千道流身形一闪，挡在了唐三的身前。99级绝世斗罗的威压轰然展开，海神三叉戟与天使圣剑猛烈碰撞，唐三被一击震飞。他虽心有不甘，可凭他如今的实力，根本无法与千道流抗衡。此时城楼之上，千仞雪看着空中祖龙鼎，满心纠结。他既渴望至宝带来的力量，又不愿接受素未谋面的婚约。比比东看着他优柔寡断的模样，嘴角勾起了一抹讥讽，直言他这般瞻前顾后根本成不了大事。随后接连逼问千仞雪内心真实的想法，问他是否想成神，是否想将唐三狠狠踩在脚下，是否想完成他爷爷千道流的夙愿。一连串的质问直击千仞雪的心底，千仞雪的心跳瞬间加速，心中的渴望再也无法压制。见状，比比东则继续劝说，既然想，管他什么天师什么阴谋，有好处先收着，大不了等他来娶你的时候，不认账杀了他便是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千仞雪最后的犹豫。片刻后，他眼神坚定地抬起头，我收下了。说罢，千仞雪抬手对准了祖龙鼎，祖龙鼎瞬间化作流光落在了他的掌心，下一秒磅礴的力量便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。天使神格发出了欢愉嗡鸣，神力飞速提纯，神位根基也不断夯实。更让千仞雪震惊的是，唐三头顶的气运金龙竟被祖龙鼎强行抽出并彻底镇压，这不禁让千仞雪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气运镇压，没想到第二重聘礼竟是直接镇压唐三的气运，这是何等通天手段！而战场中央的唐三只觉得心中猛地一空，仿佛最珍贵的东西被生生剜走，负面情绪瞬间涌上心头，战力也大打折扣。千道流抓住了唐三失神的破绽，天使圣剑爆发出百丈剑芒，狠狠斩向了唐三。失去气运庇护的唐三根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，只能狼狈举戟硬抗，却被一击砸进了城墙之中。见状，史莱克七怪目眦欲裂，全力爆发攻向了千道流，却被对方以1敌6轻松压制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狂怒声从大军后方炸响：“千道流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敢伤我儿子，今天我要锤爆你的头！”话音落下，只见唐昊手持昊天锤从天而降，他为救儿子竟不惜接连引爆了6枚魂环，将自身力量暴涨到了极致。大须弥锤99归一。说罢，他抡起昊天锤狠狠地砸向了千道流。千道流又惊又怒，只能全力抵挡。凭借炸环秘法，千道流竟被唐昊压着打。城楼上的千仞雪见千道流被猛攻，立刻催动神力准备救援。就在这时，那道熟悉的梵音再次响彻天地：“道侣受礼，祖龙鼎认主，请静候第3重聘礼。”而另一边的我正在清心道观中观望着这一切。这时9星海棠传人叶玲玲前来道观打扫，我看着这个守观100年的后人，心中一动，随手赐下了1枚翠绿玉佩。这对我而言只是个小玩意儿，对他却是无上造化。只见叶玲玲刚接过玉佩，玉佩便轰然碎裂，下一秒磅礴的魂力就疯狂涌入了他的体内。他的修为一路狂飙，从81级的魂斗罗一路冲破壁垒，直接达到了90级巅峰，成为了真正的封号斗罗。还不等他从狂喜中回过神，破碎的玉佩残片就凭空燃烧，凝聚成了1枚赤金色的10万年魂环，并主动融入了叶玲玲的体内。叶玲玲感受着体内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整个人彻底呆滞。她从未想过，一枚看似普通的玉佩竟能让她一步登天。她连忙跪拜谢恩，多谢天师大人再造之恩，玲玲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对此我则语气平淡，区封号斗罗而已，算不得再造。你替我跑一趟嘉陵关，找到那个背后长着翅膀的女人，告诉她18重聘礼是天地凝聚，贺我2人之喜，让她放心收下。就算她日后不愿嫁我，这些东西我也不会收回。此话一出，叶玲玲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我这位闭关100年的天师竟然要成婚。她更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女子才能配得上我。片刻后，她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，恭敬的领命离去。另一边的嘉陵关战场之上，宏大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天师聘礼第3重，太阿剑，贺许天师大婚之喜。闻言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望向天空，只见嘉陵关上空一柄古朴长剑缓缓凝聚，并在众人的注视下化作一道流光，朝着城楼落去，悬停在了千仞雪的面前。千仞雪见状微微一怔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柄剑毫无恶意，反而还传来了血脉相连的亲切感。随即她鬼使神差地伸出右手，太阿剑立刻发出了欢快的剑鸣，主动落入了她的掌心。剑柄大小与手掌完美贴合，仿佛生来就是为她所铸。这时神圣的梵音缓缓响起，此剑为道家至尊神剑，能斩邪破妄，护持道体，更可斩断虚妄神魂攻击。剑心通明，不染半分浊气。唐三双眼赤红地盯着这一幕，他想不通凭什么千仞雪能接连得到天皇石和祖龙鼎，现在又多了一柄太阿剑，并且这还只是第3重聘礼，后面还有15重。他历经9死1生才勉强通过了海神级考，而千仞雪什么都不用做，只因一纸婚书，逆天神器便源源不断送上门。但还不等他多想，唐昊就怒吼着再次抡起昊天锤，砸向了被压制的千道流。千道流仓促格挡，却被一锤砸飞。见此场景，千仞雪顿时怒上心头：唐昊，你找死！他怒喝一声，握紧了太阿剑，准备灌注天使神力亲自出战。可太阿剑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愤怒，竟自行脱手飞出，悄无声息地斩向唐昊。只见刚砸飞千道流的唐昊，原本还沉浸在狂喜之中，而下一秒他紧握着昊天锤的手臂就被一剑斩断。唐三反应过来后，连忙冲向唐昊，将他接回了己方阵营，并叫来了治疗魂师
师为唐昊处理伤口，见唐昊断了一条手臂，天斗帝国联军士气大伤，无数士兵魂师掉头就跑。唐三看着军心涣散的联军，知道这一战没必要再打下去，随即深深看了一眼城楼上的千仞雪，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他心中已经决定立刻前往海神岛，尽快完成海神9考，继承海神之位，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摆脱气运被镇压的无力感。而千仞雪看着狼狈逃窜的联军，当即就要下令追击，却被千道流伸手拦住。雪儿不必，穷寇莫追，这些残兵败将交给比比东即可。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登临神位，成为斗罗大陆最强的天使之神。走，我们立刻回武魂殿。另一边的我看着嘉陵关发生的一切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没想到一时兴起的婚书与聘礼，竟让嘉陵关大战如此潦草的收场。如此一来，双神并立之日已经不远，我的红尘劫也将正式开始。这时我突然想起被派去传话的叶玲玲，现下千仞雪已经随千道流返回了武魂殿。叶玲玲怕是要跑空，可她如今已是封号斗罗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。随即我本能的抬手掐算，亏得天机的我忍不住低喝了一声找死。此时叶玲玲也赶到了嘉陵关的上空，但想象中两军对垒的场面并未出现，只有无数天斗帝国士兵丢盔弃甲，仓皇逃窜。叶玲玲四处寻找了一番，却并未看见背后长着翅膀的千仞雪。就在这时，下方逃跑的马红俊注意到了叶玲玲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绝美的女子，体内的邪火瞬间爆发，他连忙对戴沐白谎称自己要去拦住前方的武魂殿妖女。戴沐白懒得管他，便继续带队撤退。见状，马红俊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，径直朝着叶玲玲飞去。叶玲玲见他飞来，正要询问千仞雪的下落，可还不等他开口，马红俊就直接亮起了第三魂技轰向叶玲玲。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叶玲玲大惊失色，他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一言不合就动手，随即连忙催动魂力护住周身，却依然被震得连连后退。对此，马红俊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再次催动第五魂技凤凰流星雨。叶玲玲虽是封号斗罗，可自幼在道观长大，几乎没有实战经验，面对马红俊的连招，顿时手忙脚乱，不多时不断炸裂的火球就将他困在了火海之中。见状，马红俊坏笑着出现在了火海之外。小美人，别怕，胖爷我会好好疼你。叶玲玲看着那张胖脸，心中充满惊恐与屈辱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刚下山就遇此劫难。就在马红俊即将触碰到叶玲玲时，一道娇喝从天际传来：马红俊，你敢！马红俊听到白沉香的声音，手上的动作猛地僵住，可他知道一旦叶玲玲活着，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白沉香知晓，到时候他在白沉香心中的形象就会彻底崩塌，再也没有任何机会。随即马红俊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趁着白沉香赶到前，先杀叶玲玲灭口，他不再保留任何力量。第七魂技武魂真身九手火凤凰爆发，第八魂技凤凰穿云击同时发动，致命杀机瞬间锁定叶玲玲。叶玲玲感受到足以焚尽自己的力量后，彻底陷入了绝望。她缓缓闭上双眸，心中满是愧疚，觉得自己没能完成我的任务，愧对九星海棠的列祖列宗。就在火焰即将吞噬叶玲玲的瞬间，一道白光凭空出现，在叶玲玲的身前凝聚成了坚不可摧的能量护罩，将所有的火焰与冲击力都化解于无形。片刻后，叶玲玲缓缓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毫发无伤，顿时又惊又喜。这时天师大人，